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总统对待中国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是极其险恶的。除了在G7峰会上带领众成员国踩上中国红线以外，美国还在最近的美欧峰会上再次向中国发难。本以为他们这样的手段已经到达了顶峰，但是接下来一位重要人物的表态则更加危险。被认为是有望成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人物之一的黑利，日前公开指责拜登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软弱，其扬言G7就应该直接正面硬刚中国的红线问题，而不是采取相对模糊的挑衅战略。可见其相比拜登而言，对抗中国的祸心更加毒辣。不过这还远远不够，黑利呼吁美国应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而对于下一步计划，黑利心中也早有盘算，其呼吁众盟友瞄准2022年北京冬奥会，称要联合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共同抵制中国的冬奥会。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要对中国冬奥会下手呢？这其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我们知道，如果将2008年奥运会看作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开始的话，那么2022年的冬奥会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级大国的风采。就如同黑利所说，这是中国展示自己是超级大国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在国际上展示的越多，在国际上就会留下更多的正面印象，与之相对的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也将会随之慢慢下滑。这对于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因此他们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中国介入冬奥会扩大国际影响力之后的动作，才是美国最为担心的。黑利表示，在举办冬奥会以后，中国的下一步动作将会是进行统一大业，到那个时候，美国就一切都晚了。众所周知，尽管中国目前的崛起速度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但是实际上离最后的崛起还差一小段距离。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跨过了这一道坎，才算是真正的崛起。而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再怎么想遏制打压中国，都将是徒劳。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军接下来想要联合日印澳韩加等组建统一战线的举动，将会是十分凶险。这既是为他们的霸权续命，也是为下一步的险棋造势。对此，我国必须拿出万分警惕。在刚过去的G7峰会上，拜登积极拉拢盟国打压中国，而在部分欧洲领导人还有些犹豫的情况下，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竭力怂恿欧盟，并最终将涉台问题写入联合公报中。很显然，日本已经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最近这段时间，日本多次炒作中国单方面在东海、南海改变现状，为自己的危险行动打掩护。这段时间，东海局势也不太稳定。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前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截止到6月14日，已经连续124天在正义岛屿附近发现中国海警船。对此，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奥岛高弘警告，形势极其严峻，将用超过对方规模的巡逻船，以万无一失的领海戒备态势继续应对，要比中国更过火。其实，日本炒作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扩大军事规模找借口，但是要比海军海警的规模和质量，日本还比得过吗？看来他们对我们的实力还有点误解。万吨海警船可不是开玩笑的。奥岛高弘还批评在比连区停留或跟随日本渔船驶入领海等中国海警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这是我们的领土，究竟是谁违反国际法，又是谁在单方面快速改变现状？而且仔细梳理，就能发现日本一步步为夺岛铺路。在前不久，日本经产新闻6日报道，2021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军在钓鱼岛一带举行的联合演习数量大幅增加。在去年1至5月，每日演习次数是8次，而今年同期每日就达到了23次。日媒称此举是为了与中国爆发冲突做准备。日本开始举行由日本海上保安厅、警视厅、自卫队已经在考虑夺岛情况下的角色分工。而在4月，日本在野党提交增加钓鱼岛警备法案，允许自卫队使用武器。而在5月底，日本增设600人夺岛特种部队，还与澳大利亚、美国、法国一起在东海举行了联合演习，演练的也是夺岛作战战术。日本一步步军事冒险，钓鱼岛局势恐又生变。分析称，自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上位后，日本的风劲又来了，似乎又堵上了国运。比如在疫情还未控制好的情况下，就非要举办奥运会，不顾世界反对，执意要往海里倒福岛核污水，并且和中国撕破脸皮，引狼入室，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对抗中国。但在领土问题上，中国向来敢于亮剑，日本不怕死就继续做，到时候就新账旧账一起算。随着中国发展步伐的加快，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力度也随之加大。毫不夸张地说，美军中绝大多数的行动都是冲着中国来的。无论是军事财政预算上，还是在军队改革计划中，美国都喜欢拿中国说事，似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付中国。日前，美国又曝光了一项重大计划。据消息人士透露称，美军下一代空中战机将存在2种变体，而其中一种就被部署到印太地区，用于有效遏制中国。
我们知道，所谓的下一代空中战机是为了替代美军现役的5代机。对于这一款下一代战机，美军表示信心满满，称其兼具对空、对地打击能力，但主要是用于战时夺取制空权。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美军这是已经做好将下一代空军用于同中国的战争准备。我们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率先夺取制空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可见，美军已经默默地在为潜在的战争布势。相比之下，我国传出的军事行动就相对较少，这未免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起来。不过，解放军接下来的一个举动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据解放军空军最新消息称，国产新一代隐形战机歼20目前已经列装解放军人民空军的多支英雄部队。虽然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没有透露过多详细信息，但是这一最新部署却仍然让国人瞬间热血沸腾。早在歼20开始列装的时候，就有人表示，这是中国空军向全面形成作战能力迈出的重要一步。如此看来，此次大规模列装，则说明如今歼20的全面作战能力已经渐趋成熟，其已经成为了捍卫中国领空安全的守护神和中坚力量。与此同时，这也再次验证了金灿荣所说的，关键时刻，军事实力就是保底手段。不同于俄罗斯，中国在面对美国挑衅时，需要更多的去证明自身的军事实力。毕竟，距离解放军上一次战力检验已经过去了70余年。如果中国再不释放出一些能够代表解放军真实战力的信号，那么美国的挑衅就会越来越欢，类似的麻烦也会越来越多。可以说，这次歼20大规模列装前线的做法就是一个鲜明的信号，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定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与信心。如果美军胆敢再越雷池一步，中国绝不会答应，歼20也绝不会答应。美俄领导人见面会谈成了近期外界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无论拜登转变对俄罗斯态度是为了拉拢该国一起对付中国，还是单纯的想缓和两国关系，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拜登普京面对面会谈开始了。就在外界猜测出一系列的会谈结果之际，刚走下谈判桌的普京却再度向拜登开枪了。据悉，在会议现场，很多媒体都捕捉到了这样一个场景：相比普京悠然靠坐在椅子上，谈吐非常自如，拜登却翘着二郎腿，手里攥着题词用的白色纸条，说话时眼睛还时不时瞥一眼手心。一直以来，小纸条早就成了拜登公开讲话的标配。凡在重要的场合，拜登手里都会有白色的纸条。俗话说，人过70古来稀，拜登已经79岁高龄了，一般像他这样的年龄都退休在家了。可拜登偏偏重返政坛，年龄摆在那儿了，为了防止临时忘词或者说着说着语无伦次，拜登每次都会攥着题词的纸条。拜登与普京相差11岁，在年龄面前，拜登不服老不行。也正因如此，拜登闹了笑话，手里拿着题词纸条，还是将普京总统说成了特朗普总统。这一次两次的闹笑话后，拜登迎来第3次笑话。美俄会晤后，双方单独接受采访，结果普京在记者会上回答20多个问题，将近1个小时，拜登却看着手里的题词纸条，仅10分钟左右回答7个问题。如果最终美俄会晤的结果对于拜登来说是好的，那上述闹的笑话或许也就没什么。但令拜登尴尬的是，刚下谈判桌的普京就对外界公开表示，世界上大多数的网络攻击都来自美国的网络领域，这不是打拜登的脸。接连闹出4个笑话，甚至遭到普京的炮轰，显然两国领导人此次的会谈结果并不理想。想来也是，美国此前接连将遭遇网络攻击的黑锅甩给俄罗斯，现在普京在会谈结束后把枪口对准美国，完全不给该国面子，所以说明会谈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成功，反而并不愉快。刚结束会谈就翻脸不认人，美国想挑拨中俄关系的计划要泡汤了。事实上，这在我国人意料之中。就在美俄即将会谈之际，我国神舟12号成功发射。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在给美俄会谈送上一份大礼。现在想来，中国或许从一开始就不在意双方会晤，知道结果是不理想的。普京并不傻，美国提出会晤的目的是什么？其心知肚明，不可能因为美国舍弃与中国多年的合作。说起来，中国也算是通过此次会晤喜提盟友了。虽然没有正式结盟，但普京的态度足以说明一切。